你是否也正在为宝宝的睡眠问题所苦？看着监控，听着哭声，整个人心力交瘁。我有一个朋友，他10个月大的女儿莎拉，前阵子几乎让她崩溃。这个小小的天使每晚固定夜醒6到8次，你没听错，是6到8次。这意味着她几乎没有一个晚上能连续睡超过1个半小时。他试过了所有方法，调整作息，改变奶量，传说中的各种睡眠仪式全部宣告无效。直到有一次我们深夜通话，聊到崩溃时，我才从他的描述中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根本不是睡眠问题，这是一个发展问题。而问题的根源，竟然是我们绝大多数父母每天都在无意识做的一个习惯。大家好，我是 Celia， 我不是育儿专家，但我跟你一样是个凡事都想为孩子做到最好的妈妈，所以我花了无数时间把那些生硬的科学知识翻译成我们普通妈妈能懂、能立刻上手的具体方法。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揭开那个让莎拉半夜狂醒的秘密。回到莎拉的故事，她的问题非常特别。我朋友在电话那头用一种混合着疲惫和困惑的语气告诉我 ：“Celia， 她会自己从躺着翻成趴着，但她翻不回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半夜3点，宝宝在自己的小床里开心地翻了个身，变成趴睡姿势。但几分钟后，当他想换个姿势时，他发现自己卡住了，动弹不得。于是恐惧和无助袭来，他只能用尽全身力气大哭，向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而我朋友就这样一夜又一夜，像个消防员一样冲进房间帮女儿翻面，然后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自己床上，等待下一次警报响起。一个10个月大的宝宝竟然还没掌握大部分宝宝在7个月左右就该学会的俯卧翻身到仰卧的技能。这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我称之为甜蜜的陷阱的育儿习惯。这个陷阱通常从宝宝6个月大学会独立坐起的那一天就开始悄悄布下了。你一定记得那一刻的喜悦，当宝宝不再像一滩软泥，而是能稳稳地坐在地垫上时，一个全新的世界向你和宝宝同时敞开了。你会立刻发现，让宝宝坐着玩简直是解放父母的神器。当他坐着，他的视野变高了，变广了，能更清楚地看到你的脸、家里的猫和窗外的光影。更重要的是，他的双手被彻底解放出来，可以更专注、更灵活地探索眼前的玩具。一个摇铃，一个布书，就能让他安静地玩上2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而这半个小时对一个妈妈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终于可以转过身，把水槽里堆积的奶瓶洗干净。意味着你可以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来晾好，而不是等到发出霉味。它更意味着你可以终于为自己冲一杯热的咖啡，不是那种放到凉掉一饮而尽的提神液体，而是一杯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安静享受片刻的真正的热咖啡。你深吸一口气，感受着那久违的属于自己的宁静。宝宝在不远处的游戏垫上被一堆5颜6色的玩具包围着，发出满足的咿呀声。阳光洒在他毛茸茸的头顶，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岁月静好。于是，一个固定的循环模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宝宝睡醒喝奶，然后你把它放到游戏垫上坐着玩，接着可能坐上高脚餐椅吃副食品，然后又小睡。他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坐姿中度过的。这是不是听起来超熟悉？你家的宝宝是不是也一学会坐就成了家里的小小沙发马铃薯？在留言区分享一下吧。我猜我们大部分人都掉进过这个陷阱，因为它真的太方便、太美好了。
但问题来了，如果宝宝大部分的清醒时间都在高强度的练习做这个技能，他的坐姿技巧当然会变得很成熟、很稳固。但他同时也因此错失了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在趴着和躺着的姿势中玩耍的机会。请你试着把趴姿和躺姿游戏想象成宝宝的全身性锻炼，英文叫做 full body workout。就像我们去健身房不会只练手臂，而会做深蹲、划船、硬举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均衡发展全身的肌肉才是健康和力量的基础。对宝宝来说，趴着和躺着玩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全身性锻炼。这些姿势会迫使他们去使用、去强化那些在坐姿中很难被充分刺激到的肌群，他们的手臂、他们的腿部、他们的背部，尤其是他们整个身体的核心肌群。而这些正是学习如何移动自己身体的基石。当宝宝长时间被安排坐着玩，他就等于一直在局部训练，而错过了打造身体力量地基的黄金时期。这个被坐姿偷走的全身锻炼机会，最终会导致一个关键技能的缺失。而这一切背后的科学原理，其实就指向一个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但却是宝宝所有大动作发展的底层代码。这个概念叫做重心转移 （weight shifting）。听起来很学术，对吗？别怕，跟着我，我把它翻译给你听。现在，请你闭上眼睛，在脑中想象一个慢动作画面。想象一下，你的宝宝正趴在地垫上，他的左前方大概45度角的位置，有一个他超级喜欢的会发出沙沙声的红色摇铃。他的小手充满渴望的，慢慢的向那个摇铃伸了出去。就在他左手离开地面向前伸出的那一瞬间，魔法发生了。他的整个身体重心像一捧悄悄流动的水，自然而然地向左边倾斜。为了不让自己像失去平衡的积木一样倒下，你猜怎么着？他右侧的身体从腹部、背部到屁股，甚至大腿的肌肉会在1/1000秒内下意识地绷紧，就像一艘小船的一边翘起来了，另一侧就必须立刻压下重物来稳住船身一样。这个伸展、倾斜、绷紧、滚住的过程，就是最原始、最核心的重心转移。每一次他想伸手拿远一点的玩具，每一次他想转头看旁边的你，他都在不自觉地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这个魔法般的平衡技巧。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技巧是如何成为3大发展里程碑的基石的。第一，翻身。你以为翻身是靠蛮力吗？不，翻身就是一场精密的重心转移表演。当宝宝想从躺着翻成趴着，他会先把重心甩到一侧，然后顺势用核心力量带动身体翻转过去。反过来，从趴着翻回躺着，更是需要先将重心移动到一只手臂上，撑起上半身，才能创造出翻转的空间。这个伸展、倾斜、绷紧、稳住的过程，就是最原始、最核心的重心转移。每一次他想伸手拿远一点的玩具，每一次他想转头看旁边的你，他都在不自觉地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这个魔法般的平衡技巧。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技巧是如何成为3大发展里程碑的基石的。第一，翻身。你以为翻身是靠蛮力吗？不，翻身就是一场精密的重心转移表演。当宝宝想从躺着翻成趴着，他会先把重心甩到一侧，然后顺势用核心力量带动身体翻转过去。反过来，从趴着翻回躺着，更是需要先将重心移动到一只手臂上，撑起上半身，才能创造出翻转的空间。所以你看，如果宝宝没有足够的趴姿练习，去感受和掌握这个技巧，他就很难学会自由的双向翻身。第二，爬行。爬行简直就是连续不断的高阶的重心转移。想象宝宝往前爬一步，当他抬起右手和左腿时，他全身的重量都必须由他还在地上的左手和右腿来支撑。他必须在1秒内把重心从身体中心转移到这2个支撑脸上，才能稳住自己，不至于摔倒。没有成千上万次的重心转移练习，
爬行根本不可能发生。第三，走路，那就更不用说了。走路就是人类重心转移的终极艺术展现。我们能在单脚站立和双脚站立之间无缝切换，从一只脚转移重心到另一只脚，稳步向前，靠的全是这个从婴儿时期就刻在肌肉记忆里的本能。现在你是不是完全明白了？这就完美地解释了莎拉的困境，因为她从学会坐之后，就总是被好意地安排坐着玩。她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在趴着的时候，因为想伸手去拿一个远方的玩具，而去练习那个至关重要的向侧边的重心转移。她的小肌肉们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在身体倾斜时绷紧自己来保持平衡，所以她学不会如何从趴姿翻身回躺姿，所以她会在半夜卡住时大哭，所以她妈妈的睡眠会被彻底打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习惯，最终像蝴蝶效应一样，引发了宝宝发展的延迟和全家人的睡眠危机。说到这里，我猜你可能心里一紧，开始有点焦虑，甚至有点愧疚，想着天哪，我是不是害了我的宝宝？请等一下，先深呼吸，我接下来要说的话非常重要。说了这么多，我当然不是要你完全禁止宝宝坐着玩，恰恰相反，坐着玩是宝宝发展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它能锻炼宝宝的背部和颈部力量，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更是精细动作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今天这支影片的核心思想从来不是禁止，而是多样性。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不是把宝宝从坐姿中拯救出来，而是在他的游戏时间里，智慧地、有意识地加入更多姿势的变换，确保他的身体像一个均衡发展的运动员，而不是一个只练二头肌的偏科生。那具体到底该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简单，你可以试着这样安排宝宝的每一次清醒时间，打造一个黄金游戏流程。第一步，当宝宝睡醒、喝完奶、精神最好的时候，先让他仰卧，也就是躺着玩。你可以在他上方挂一些健身架玩具，鼓励他伸手踢腿。第二步，当他躺着玩了一阵子，如果他已经会自己翻成趴姿，那就太棒了，让他享受一段高品质的 tummy time。如果他还不会，你可以温柔地帮助他翻过去，进入趴姿玩的模式，在他面前放一些有趣的玩具，引导他抬头伸手。第三步，当你观察到他开始有点不耐烦，发出想变换姿势的信号时，这时候你再从他的侧边温柔地将他扶起来，进入我们都喜爱的坐着玩的阶段。第四步，在下一次小睡醒来后，重复这个躺趴坐的循环。你看，就这么简单。我们没有剥夺宝宝坐着玩的乐趣，只是在这个过程之前，策略性地加入了能为他打下坚实发展基础的全身性锻炼。每一次循环都是在为他的翻身、爬行乃至未来的走路储蓄能量。请一定记住，一个多样化的游戏流程远比任何单一的超级姿势都来得重要。这才是帮助宝宝解锁所有基础大动作技能、赢回发展力的真正关键。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务必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另外，你知道的，这类育儿干货内容随时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消失，所以别忘了先下载保存起来，或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对了，如果你的宝宝就是那种超级讨厌在地板上玩，一趴就哭的高需求宝宝，也别担心，在这支影片里，我会专门教你几招如何温柔地引导他们爱上 Tummy Time， 记得去看哦。我们下期影片见。